你现在所看到的影片是我在法兰克福的有轨电车当中看到的，他把电车的发展历史很形象地展示了出来。在欧洲，你经常会看到很多有轨电车，而在国内相对就少一点。这里有什么历史原因？国内外的有轨电车有什么不同？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有轨电车。首先，咱们来聊一聊电车的历史。正如开头所看到的，有轨电车最早是用马来拉动的。世界上第一辆有轨电车，或者叫有轨客运车吧，因为还没有用电，是在英国的威尔士，原先就是用马来拉动的。那马车停好，为什么要铺轨道呢？因为当时的城市路不大平，其实现在欧洲很多城市路也不平。那么如果铺上轨道，那马车行驶就更加的平稳，也更加的快速。当然，马车的局限性也非常大。首先，马毕竟是动物，它一天工作时间是有限的，大概4-5个小时就要休息了。所以要运行一条线路，一辆车就必须要配很多匹马，就需要很多养马的场地。其次，这么多马要喂养照顾，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。另一个，路上马的粪便还要及时清理。所以当蒸汽机改良之后，很快这些城市中用马拉的电车就换上了蒸汽机。欧洲大陆第一条永久性有轨电车是在1855年的巴黎开通的，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，蒸汽机用的是煤、石油，随之而来空气就遭到了严重的污染。那人们又在想办法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，最好是换一种能源。电能就不错。第一条永久性运营的公共有轨电车是在德国的柏林，于1881年开通。这条电车是真的用电的，建造人就是西门子，就是那个西门子公司的西门子。最初这个电的获得就是从它的轨道上获取的，这种方式有点危险，而且一旦这个火车稍微有点脱轨，失去跟轨道之间的接触，那么就没有动力来源了。后来西门子又对有轨电车进行了改进，设计了一个架空集电系统，类似于我们现在所常见的架空的电线。这种方式比之前的更安全，获取电能也更加的稳定。关于动力来源，实际上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有很多种尝试，比方说用电池来作为电力来源，但是当时的电池技术很不成熟，多数的效果是还不如用马来拉。还有通过压缩空气来驱动的有轨电车，在澳大利亚曾经还有用人力来拉动的电车，这些人力用的是当地的囚犯。在20世纪初的时候，电车得到了大力的发展，尤其是在欧洲。但是世界其他地方的新兴国家，比如说美国、澳大利亚，逐渐开始普及无轨电车、公共汽车，之后很多国家就开始不再发展有轨电车。而到了21世纪，有轨电车又被重新提起。有的是对原先轨道的再利用，还有的是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保留。同时，有轨电车的车辆也得到了升级。在欧洲的大城市，几乎都能看到有轨电车，不仅数量多，而且各种新旧型号都有。那为什么欧洲还在运营有轨电车呢？一个原因就是发展的早，很多线路都规划好了，城市变化几十年也不大，各种设施也都还能用，所以本着能用就用的精神，就继续使用。而且当地人一代又一代也习惯了有轨电车这样一种交通方式。有人会说有轨电车没有地铁快，甚至没有公交车快，还占用道路，但是当地人习惯了，那也就习以为常了。第二个就是人口少。其实如果你按照国内造地铁的标准来看，就人口方面来说，欧洲很多城市需不需要造地铁都值得商榷。不管是城郊铁路和地铁的混用，还是专门的地铁系统，对于这个人口数量来说，都能极大的缓解地面交通的压力。那在运营地面的有轨电车，之前说的占道、速度慢，这些就不是主要的问题了。而且因为轨道固定，又在地面，培训电车司机的成本相对也会低一点。那你说电车这个车身总归是要占一条道路的吧？就是这个路权的问题。咱们来看一下实际情况。欧洲有很多电车确实有自己专用的道路，但是开着开着你就会发现，很多道路和汽车就共用了。一般有轨电车不行驶的时候，汽车可以开；有电车的时候，电车就优先。这是法兰克福的有轨电车道，没有电车经过的时候，汽车也可以开，这上面也是共用的。
这是维也纳的道路，这条窄窄的道路上，汽车和有轨电车是共用的。即使在很大的马路上，也不会设置很明显的区分。这些有轨电车相对比较新一点，还有更旧的、更原始的，比如安特卫普的有轨电车、米兰的有轨电车，还有里斯本的有轨电车。这些老的有轨电车既有交通的作用，又有旅游观光的作用，也作为城市宣传的一个名片。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的电车，整体就完全不一样。首先，这个站台肯定是更高级、更先进，车也很漂亮，内部都是地铁化，相对也更加舒适。有轨电车道路既有绿化，一部分还有围栏，就担心怕你开错道。但在欧洲很多地方是共用的，你说欧洲管理混乱也好，或者国内过度保护也好，总之呈现出来这个现象差异非常明显。所以如果碰到问题，处理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。你说挨那么近，汽车不会撞到电车吗？一般的情况下，他们认为电车的轨道是固定的，而且有优先权，汽车撞到那就是汽车的问题。如果没法判断跟这个有固定轨道交通工具之间的距离，那也就不用开车了。那你说不是车辆，要是人不小心撞到怎么办？同样的逻辑，它的轨道是固定的。我就听过我一个朋友说起他的一个朋友的故事。那个朋友可能那一天状态不是很好，迷迷糊糊电车来的时候靠车辆太近，结果被撞成骨折，送去了医院，最后还得赔驾驶员的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。如果这个情况放在国内，处理结果肯定是不一样的。咱们这里不讨论谁对谁错，就顺着这个逻辑，欧洲有轨电车这样的设置似乎也是说得通的。再加上他们本来就人少车少，本着够用的精神，确实也不用再加太多。另外一个就是广告，车身内外都有，这一点都一样。不过欧洲这边的广告很多都是整车设计，国内应该也有，但是我看到的相对较少。这一点大家就见仁见智，看喜欢哪一种了。总的来说，有轨电车这种交通方式技术上其实挺成熟的，用不用还得看一座城市具体的需求情况。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坐有轨电车的，因为它轨道固定，还可以看风景。有人说电车不如地铁快，那确实，不过还得看你自己喜欢速度还是有轨电车的这种体验感。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坐有轨电车呢？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